这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赛文奥特曼疯狂暴走，对着城市大肆的破坏？赛文居然抓起一辆飙车族的摩托车，把他重重的摔在地上。艾迪奥特曼的人间体史蒂蒙和尤利安公主的人间体新娘子迅速赶到赛文的破坏现场，面对赛文疯癫般的破坏城市，艾迪迅速前去制止，一招饿虎扑食直接把赛文扑倒。赛文通过翻滚挣脱艾迪，反手就是一脚踢向艾迪，艾迪灵巧的躲开，然后牵制住赛文，就是一个背摔。赛文手腕一翻，借势钳制住艾迪，只见赛文使用4两拨千斤的力度就把艾迪摔了出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赛文奥特曼如此癫狂？这一切要从前一天说起。这个小男孩名叫田岛，一直视赛文为偶像，就连踢球时也手握赛文人偶。随着一脚漂亮的射门后，球场外一群风车的小混混冲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叫路霸的混混，他是田岛的对手小齐的哥哥。为了第二天的比赛，小齐队能战胜田岛队，路霸率众来找田岛。这帮混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伤害田岛，不让他踢球。看着小混混在欺负自己的姐姐，田岛一脚把足球踢出去，放倒一个混混，这可把带头大哥路霸激怒了。他骑着摩托车就对着田岛碾压过去，可怜的田岛怎么能跑得过摩托？最终被这个混蛋的摩托车撞翻在地，直接晕死过去。姐姐上前查看弟弟的伤势，这个混蛋还不依不饶。就在他想再次碾压两姐弟之时，艾迪驾车迅速出现，救了姐弟俩的性命。小混混一看有人制止，全部四散逃离。艾迪本想去追小混混，无奈被田岛姐姐的呼救声叫停。田岛身受重伤，已经快不行了。就这样，田岛被送到医院，但他的伤势不容乐观，有可能会醒不过来。艾迪看到病床上摆着赛文的人偶后，也在心中祈祷赛文能帮田岛度过这个难关。田岛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从小母亲去世，父亲在外打工，他和姐姐亚史小姐相依为命，赛文一直是他生活下去的支撑。姐姐告诉艾迪，最初教练邀请田岛踢球时，田岛是拒绝的，是姐姐亚史鼓励田岛，说赛文奥特曼喜欢运动的孩子。田岛对着赛文人偶考虑半天后，才决定去踢球。谁想到会因为踢球飞来横祸，这让姐姐亚史小姐悲痛欲绝。她向艾迪哭诉这一切的不公。面对亚史的哭诉，艾迪内心无比愤怒，他要替这姐俩找回公道，主持正义，这样也不辜负田岛把赛文视为偶像。回到 UGM， 艾迪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队长，队长却告诉艾迪，社会治安的事情还是交给警察来处理吧。看到艾迪如此坚持，队长主动让艾迪以休假的名义去处理这件事情。大山队长还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就这样，艾迪单枪匹马前去找那帮混混算账。田岛踢球的对手小齐知道是哥哥狗蛋碾压了对手田岛后，对着狗蛋大发雷霆，他指责哥哥的错误行为，并让哥哥去给田岛道歉。他想要的是与田岛的公平对决。少年的心永远是纯洁的，而这个十恶不赦的哥哥根本体会不到。对着弟弟小齐一阵大骂后就扬长而去。看到哥哥如此的混蛋，小齐无助的流下眼泪。俗话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主持正义的艾迪很快就打听到这帮小混混的踪迹。马路上，狗蛋看到艾迪独身前来，于是派出几个跟班去阻拦艾迪。艾迪一个飞跃就躲过围堵，为了躲避前面的摩托，艾迪重重的摔在地上。这时路霸一行人对着艾迪就是一阵碾压，然后把艾迪围了起来，对着他就是一阵殴打。就在此时 ，UGM 队员驾车前来，警报声驱散了以路霸为首的一众小混混。医院内，田岛的伤情恶化，被转入重症监护室。重度昏迷中的田岛，意识里还在一遍遍呼唤赛文的名字。田岛的一滴眼泪落下，正好落在枕边的赛文人偶身上。赛文人偶应声而起，穿越窗户飞驰而去。原来，这正是被田岛负面情绪所控制的黑化赛文。黑化赛文很快就找到那帮混混。面对赛文的突然出现，路霸直接被吓尿了，于是调转车头就想逃跑。赛文单膝跪地，一个如来神掌就擒住一个混混，握在手中站了起来。然后赛文大手一挥，把这个混混从40多米的高空扔下。其他混混不顾一切的逃命，赛文不管不顾的追了上去。他肆意的踩踏路面的汽车，发出阵阵的爆破声。面对赛文的出现 ，UGM 队员根本不相信这是赛文所为，于是艾迪和新娘子迅速前去调查。由莉安公主的人间体新娘子通过脑电波和赛文对话，发现眼前的根本不是赛文本尊。就在这时，黑化赛文抓住艾迪和新娘子的战机，然后扔了出去。千钧一发，艾迪二人跳机逃生。返回地面的艾迪和新娘子二人见赛文还要肆无忌惮地破坏城市，于是化身艾迪就去阻止赛文。只见赛文硬生生地搬起一栋大楼，就对着艾迪的脑门砸去。眼看艾迪被砸懵之时，赛文又上去掐住艾迪的脖子，把他甩了出去。面对赛文滴水不漏的防御，艾迪丝毫没有办法。不一会，艾迪又被赛文钳住手腕，然后又摔出去几千米远。艾迪一个跨步腾空而起，一脚把赛文踢翻在地。赛文迅速反击，将地上的水泥罐车如踢球般的踢向艾迪。艾迪双手拨掉罐车之际，发现这个动作似曾相识，原来这正是昨天田岛用足球救姐姐时的踢法。这时的艾迪才明白过来，眼前的这个赛文正是田岛的怨念所化。艾迪吩咐新娘子赶快去医院查看赛文人偶是否还在。这时的赛文更加疯狂了，一车辆罐车像西罗发点球般的对着艾迪踢来。艾迪不想和田岛交手，于是一跃而起，消失在空中。失去对手的赛文不顾后果的对着小混混冲去，眼看这几个混混小命不保，UMG 队员也丝毫没有办法。
这时新良子来到医院，一个穿墙术就来到 ICU， 果然赛文的人偶不见了，而在昏迷中的田岛还在呼唤艾迪不要阻挡他。新良子用念力告诉艾迪，他刚才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外面作乱的正是田岛怨念控制的赛文。知道对手身份后，艾迪再次阻止赛文，赛文一个艾梅利姆光线就打向艾迪，艾迪使用奥特双重光刃进行还击，赛文躲过攻击后又与艾迪肉搏在一起，艾迪一个扫堂腿放倒赛文，硬生生的把赛文踢了出去。见到赛文还想反击，艾迪告诉暴走赛文，奥特曼是不能以暴制暴的，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偶像赛文吗？这几句话果然奏效，艾迪趁机将净化光线击中黑化赛文，赛文一阵痛苦的挣扎后摆脱了田岛怨念的控制，然后跪在地上晕死过去。病床上的田岛也在一阵歇斯底里的吼叫后再次晕了过去。UMG 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几个被吓破胆的小混混立马跪地求饶，并表示再也不做坏事。艾迪见到小混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后，他抱起倒地的赛文，然后一飞冲天把赛文带到了宇宙空间。此时的田岛也露出久违的笑容，数日后田岛恢复，终于能再次在球场上驰骋，和小伙伴们一起愉快的踢球了。